这是一部讲述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一个普通中国女人的故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镶嵌在中国女人身上的勤劳、持家、坚韧等品质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女主角桂美就是这样一个女人。24岁的桂美因为战争原因和未婚夫失去了联系，为了躲避战乱，她只身一人从南京来到了台湾。孤苦无依的她只能在表姐家里借宿，不仅白天有干不完的家务活，还要忍受表姐的傲慢指使和表姐夫的觊觎。因为桂美长得很漂亮，表姐总是担心自己丈夫移情别恋。桂美也意识到这一点，这样寄人篱下的生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这天，媒婆带了个男人到了家里，说是要给桂美介绍个对象。此时桂美依旧在厨房里干着活，直到将厨房里的活都干完了才走出来。对方名叫侯永年，是一个被妻子遗弃的男人。媒婆说侯永年有份不错的工作，烟酒不沾也不赌博，为人很好。看着亭亭玉立的桂美，侯永年对她一见钟情。在表姐的撮合之下，两个人开始了约会。面对这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走着，突然桂美的鞋子踩进了泥里。侯永年毫不犹豫地蹲下身子，用手绢把桂美鞋子上的泥巴擦拭干净。这一刻的桂美体会到了被人关心疼爱的感觉。结婚过日子，最看重的就是人品。随即侯永年坦诚地说自己有了3个孩子，大女儿10岁，二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桂美知道后沉默了。晚上回家之后，桂美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内心很是纠结，心里也还惦记着失联的未婚夫。但是在这样一个战乱的年代，自己和未婚夫重逢的机会几乎不太可能。而且在表姐家里的日子，每天都被表姐嫌弃使唤，自己早晚都要找个男人依靠。虽说侯永年有3个孩子，但是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想到这里，桂美暗暗下了决定。第二天，桂美来到了侯永年家里登门拜访。看到桂美来了，侯永年立刻回到屋子，换了一身体面的衣服，两人促膝相谈。桂美知道侯永年的家庭情况后，自己也不想隐瞒了，表示自己不是纯洁之身，第一次给了曾经的未婚夫。如果侯永年不介意的话就结婚，介意的话两人就不再联系。侯永年似乎忘记了自己不是初婚，他叹了口气，没有说话。家里需要一个女人来打理，两人最终结了婚。婚礼很是热闹，婚后的日子平淡也算幸福。侯永年在外上班赚钱，桂美在家操持家务，相夫教子。虽然侯永年的大女儿郑芳看起来不接受桂美的样子，有时候还会发脾气，但是桂美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这天天上下起了大雨，担心侯永年的桂美打着伞去接丈夫下班。侯永年在餐厅上班，没想到的是侯永年居然沾上了赌博。结婚前介绍人说侯永年烟酒不沾也不赌，可结婚后一切劣习都浮出水面。桂美没多说什么，她觉得丈夫只要没有上瘾就可以。临走时，厨师还热情地将客人留下的剩菜让桂美打包回去。桂美不好意思拒绝厨师的好意，就接了过来。因为桂美是个自尊心很强，不喜欢接受别人施舍的女人，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桂美就将那包剩菜扔进了垃圾桶。晚上侯永年回来了，还给桂美带了一包蜜枣，说是赌钱小赢了2把。桂美有些担心，并劝告侯永年不要上班打牌。侯永年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随后起身寻找打包回来的剩菜，准备作为下酒菜。得知桂美把剩菜扔了，侯永年开始大发脾气，躺在床上不想说话。桂美便上前安慰，表示自己不会嫌弃他，会跟他一辈子。他只是觉得自己还能吃自己的，就不要吃别人剩下的，而且赌钱又不好。他希望侯永年可以戒掉。新婚还没多久，面对媳妇如此温柔的解释，侯永年满口的答应了下来。一段时间后，桂美也有了身孕，可侯永年依旧本性难移。终于有一天，上班赌钱被老板抓了个正着，直接被开除了。失业后的侯永年不仅脾气越来越坏，还把家中财物典当一空，越赌越输，越输越赌，欠了一屁股的债。桂美多次规劝，换来的不是敷衍就是打骂。临近年关，桂美挺着大肚子，带着孩子们接一些手工活补贴家用。为了这个家，桂美甚至将手里原本打算生孩子用的首饰交给了侯永年，让他把赌债还了，并恳求他不要再赌了。桂美是个好女人，这个时候还宽慰着丈夫。可是侯永年早已经摸清了桂美的脾气，装作诚心诚意的忏悔，获得了桂美的原谅。桂美的肚子越来越大了，很快就要临盆。无奈之下，桂美去借了高利贷，结果又被侯永年偷走输光了。桂美哽咽地冲到赌场，让侯永年把钱还给她，可侯永年丝毫不在意，继续做着赌钱。看着丈夫不听劝，桂美忍无可忍，拿起桌上的尖刀对准了侯永年。如果不把钱还给他，他就杀人。谁知情绪太过激动，桂美早产了。送进医院后，桂美生下了一对双胞胎。2个孩子的到来，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而且每天都有人来催赌债，
孩子们都很害怕。桂梅忍着眼泪哄着孩子，侯永年还是一副屡教不改的模样，甚至萌生了让大女儿辍学去当学徒的想法。无奈之下，桂梅和丈夫经人介绍，准备远赴日本谋生，替人帮佣。一方面工资不错，另一方面出了国，丈夫也没地方再赌了。但这份工作只能带2个孩子，可家里有5个孩子，按正常逻辑都是带着亲生的2个去。出生不久的双胞胎正是最需要爸爸妈妈的时候，但桂梅选择了没有考上初中的大儿子郑权和双胞胎里正在生病的妹妹过去，因为大儿子去日本可以继续读书，而生病的小女儿需要人照顾。桂梅这样做为的就是以示公平，还嘱咐大女儿郑芳，她一个人留在台北要好好照顾弟弟妹妹，要听姨妈的话。可郑芳不这样想，她对爸爸和后妈依旧保持距离，而一刻不得闲的桂梅已经无力再去管郑芳的精神世界。临行前的晚上，侯永年在一旁呼呼大睡，桂梅舍不得孩子们，咬着被子失声痛哭，埋怨命运的不公。在日本的夫人家里做帮佣，轻松且多金。异地他乡，侯永年也改掉了好赌的毛病，2个人的日子过得简单幸福。但这对有钱妇人只有表面关系，天天吵架，一天到晚鸡犬不宁，还殃及佣人。桂梅收到了家里的来信，忍不住的思念孩子，泪如雨下。一天，郑权因为被学校里的日本孩子骂秦国奴而跟同学打架，郑权一气之下说自己不想上学了，干脆去学厨子算了。听了这些话，桂梅没有说话，只是柔声安慰了郑权。最后桂梅尊重了郑权的选择，送他去学厨艺，路上还叮嘱他，既然选了这一行，就要学出个名堂来。依依不舍送别后，桂梅忍不住流泪。可主人家的夫妻并不和睦，桂梅这些下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女主人甚至怀疑桂梅与她的丈夫有一腿。桂梅受不了这样的人格侮辱，带着丈夫辞去了工作，2个人又去了当地的中国餐馆打工。夫妻2人在这里吃尽苦头，但是为了能够赚到钱，过上好日子，2人毫无怨言。几年下来，桂梅是学得了一手好厨艺。她总想着存够了钱回台湾开一家自己的店。虽然日本的经济条件好，但是桂梅仍然心系家乡，更放心不下留在台湾的3个孩子。于是桂梅和丈夫带着孩子重返台湾，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大女儿郑芳变得亭亭玉立，夫妻俩回来之后就开了家西餐馆，名为霞飞之家餐厅，生意很是红火，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滋润。这天表姐来到店里，聊天中表姐告诉桂梅，男人有钱就变坏，小心侯永年在外面找女人。桂梅一笑置之，表示不会的。她知道丈夫好赌但不好色，可女人越相信，现实越打脸。回到家后，小女儿说有个女人叫爸爸出去打牌，以前打过好多次了，都是她接的。桂梅这才意识到了危机，祸不单行，郑芳似乎有了男朋友，和她处得不是很愉快。回到家后一顿大哭，深夜外面的暴雨越下越大，家里已经被水淹没。此时侯永年还没有回来，母子几人就坐在箱子上过了一夜。第2天雨停了，侯永年才慢悠悠地回来。桂梅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拼命地拖着地板。侯永年拼命解释，可桂梅不是傻子，她猛地敲碎了门窗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可没想到，小三直接背着孩子找上了门，哭诉说是侯永年承诺过会对他们母女俩好，他才把身子交给了他。意外的是，桂梅并没有大吵大闹，而是沉默地回到房间，开始收拾东西。侯永年回来后又要开始拼命解释，而且保证自己不会有下次了。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桂梅直言她要离婚，不想再跟他过下去了，自己什么苦都可以跟他一起受，可是在外面乱找女人，自己绝对不会原谅。桂梅离开家后，来到一家工厂打工，准备安顿下来，就把5个孩子接过来。可还没出去几天，家里就乱成了一团。大女儿郑芳离家出走，15岁的她谈了男朋友，还怀了孕。儿子女儿也没吃好饭，二儿子郑兴又被锅炉烫伤。侯永年带着孩子可怜巴巴的来求桂梅回去。摆在桂梅面前的只有2个选择，要么原谅丈夫，但她心里100个不愿意；要么离开，但又不忍心这个家庭支离破碎，孩子们怎么办？最终桂梅还是妥协了，跟着侯永年回家收拾一堆烂摊子。就在这个时候，桂梅接到了一个电话，这才得知郑芳跑到了男朋友阿胜的家里，要和阿胜结婚。可胆小的阿胜只缩在了屋子里不出来，郑芳怎么也不肯走。阿胜父亲这才打电话叫桂梅过来。阿胜的父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2个孩子现在还小，还要读书，现在不是结婚的时候，钱的方面好商量，字里行间无不在维护自己的儿子。桂梅听完很是气愤，带着郑芳就回了家。一到家，侯永年就对郑芳大打出手，郑芳倒在地上大哭，桂梅拼命阻拦。为了不影响郑芳的名誉，桂梅带着她去医院把孩子打掉了。看着虚弱的郑芳，桂梅难过的眼泪直流。
从此之后，郑芳开始努力读书，考上了大学，桂美一家也开了西餐厅，日子又重新红火了起来。时光荏苒，子女们已经长大成人，学有所成。郑权在日本学厨，还娶了一个日本姑娘。郑兴开了公司，也娶了太太，双胞胎也已经大学毕业。此时桂美不仅老了，还病倒了，一生奔波，到了老年还患上癌症，时日已经不多。侯永年在医院照顾着桂美，再也没有找过女人，也不再赌博。霞飞之家的生意只有郑芳帮着打理，其余孩子都希望把西餐厅卖掉。这么多的孩子里面，最后却只有那个曾经叛逆的郑芳最像他了。这天，5个子女带着自己的爱人、孩子来医院看望母亲，桂美脸上才带上了些许的笑容。桂美一辈子都在为了孩子，她也不想耽搁孩子。如果郑芳不喜欢的话，可以把店卖掉。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再过些日子，他们就要各奔东西了。侯永年说要把桂美留下的首饰给每个孩子都分一份，因为桂美这一辈子惦记的都是对每个孩子要公平。孩子们又提出把霞飞之家卖掉，这样侯永年也可以轻松一些，但是侯永年坚决不同意，这是他和桂美一辈子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绝对不卖，只要他还活着就不卖。白天桂美在医院闷得慌，想出去转转，郑芳陪着她来到了表姐家。桂美说起了当年去日本的事，也说起了侯永年之前的荒唐事。郑芳觉得桂美不应该那么容忍爸爸，桂美却说也许是对的，可忍了一辈子的桂美最后都选择了原谅。这时表姐突然提起了桂美以前的未婚夫，还拿出了一张桂美年轻时和未婚夫的照片。未婚夫也已经结婚生子，现在就在香港，也有了2个女孩。她让表姐转告桂美，知道桂美过得很好，她很高兴。桂美静静地听着，内心一片怆然。夜晚母女2人谈心，桂美想起了过往，如果当初如愿嫁给了未婚夫，现在会是什么样的人生和命运呢？可是人生没有如果。这时郑芳说出了自己想要重新整修霞飞之家的想法。得知大女儿愿意继承自己的事业，桂美也终于放心了，还让郑芳有空多照顾一下父亲，让他偶尔可以去打打牌，这样他一个人的日子也不至于太难过。影片在桂美疲惫的闭上眼睛结束了。一个自强独立、坚韧隐忍、身上没有任何缺点的完美女性，就这样过完了她的一生。桂美身上带着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的美好特质，她的一生都在为了丈夫、为了孩子不停地付出，最后也收获了子女真诚的爱。但是桂美的一生太苦了，可是她宁愿过完了自己想要的一生，却为什么不离开那个吃喝嫖赌占尽的渣男呢？我想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愚昧吧。桂美这个形象是那个时代无数女人的缩影，她们所惧怕的从来都不是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和孩子，而是怕孩子失去了父亲会怨恨他，怕周围人的嘲笑和愚弄。人生苦短，且行且珍惜，若是有得选，也请为自己而活。本期的故事到这啦，小伙伴们，我们下期再见。